我们俩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小南30岁，来自吉林自由职业，有请小南，有请。小姚32岁，来自吉林自由职业，有请小姚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介绍一下彼此吧。她是我女朋友。今天是谁要来啊？我要来呀。干啥呀？因为我们两个嘛都是有过一段婚姻的人，相处了也不到1年的时间吧。刚开始的时候呢都可以，人相处久了以后呢，就感觉脾气方面啊不是那么特别的融洽，总是吵架。相处当中发现什么问题了？就是他这个人吧，他比较愿意交朋友，愿意聚会，比较愿意喝酒。然后他喝酒呢，不是说1个小时、2个小时能完事儿的。他一喝酒呢，这个喝的时间比较长。还有就是他所有的朋友给他打电话，他都得出去，哪怕就是我们马上要晚上休息的时候，让他出去喝酒，他也得去。去呢，一喝到2半夜，关键他顿数太长了，1顿、2顿、3顿，晚上回家太晚了，我受不了。然后我担心他身体，一个是喝酒太多对身体不好，再一个我担心他的人身安全。然后我就是总因为这件事我们2个吵架。因为我吧，我从小就喜欢交朋友。而且我30来年呢，我没缺过朋友。但是我现在我交这些朋友呢，都是我生意上的伙伴，有很多对我生意有帮助。所以说，我认为就我出去跟朋友喝酒聊聊生意上这些事儿，没有啥错误的呀。但是你交朋友，你得有时有赏啊，对不对？你得有时间观念呢。从晚上4点钟一直喝到晚上10点钟，6个小时，我还不能张罗回家。有一次嘛，就是我就说咱俩回家吧，瞬间就不高兴了，不乐意了。然后说我不懂事儿。说你看别人的那个朋友、对象啊，或者是媳妇儿去了，人都没说啥，就你张罗走。我一看瞬间不乐意了，他大男子主义，脾气比较暴躁，我就寻算了吧，我也别跟他发生争执了。我说有啥事我俩回家解决吧。然后回家我俩就是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他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我特别讨厌的一点，只要是一跟我这个发生矛盾，他不处理问题啊。他就离家出走。我家有个包，我给他起名叫离家出走包。一离家出走就带着那包走，里头装的他的洗漱用品，还有那个衣服裤子，不多带啊，就带几件，能够1、2天的。然后呢，等着我给他打电话，打电话呢他也不接呀，发微信呢，也不回。然后有一次更可恨的是把我微信都给删了。那我为啥删你微信不接电话呀？我俩一有发生矛盾的时候，他就不正面解决问题，他上来不是就掐我就咬我。我是个男人呢，我也不能说跟他撕巴巴的，或者是打他呀。所以说我不走，我在家干啥呀？所以你那是一只逃难包是吧？对呀，我得走啊。那我不能在家让人打我呀。客观原因，那你咋不说你一个男的，你不能让点女的呢？你一个男的，你解决问题啊，你走啥呀？再说了，咱俩发生矛盾，你就认识到你的错误呗。你总喝酒，我为啥说你喝酒？一个是担心你的身体，再一个我希望你多陪我呀。你有喝酒那时间，你多陪陪我呀。我陪你。我每天晚上我回到家的时候，他不但不给我做饭，而且他在那就是躺着摆弄手机，而且呢他还有个洁癖，他愿意洗衣服，一进家门他就让我脱衣服，然后就给我洗。我就有很多的衣服吧，就是没穿坏，都让他给我洗坏了。那我给你洗坏的衣服我没给你买呀，你身上衣服不是我给你买的呀，我爱干净你还挑剔我，那咋的？那咱家的活都得我干，那非得女的就得给男的做饭，我就得伺候你，你是少爷呀。再一个，你忙你的工作，我还有我的事业呢，我也不是在家待的家庭主妇啊，对吧？我们俩之间我都跟他说过，我说咱俩家里的家务活你干点我干点，别全职我干。你有你的工作要忙，我有我的事业要干。他就是从小被惯坏了，是个少爷，知道吧？所以说让我伺候他，那我当然心里就不好受了。再说他说我买衣服，你说这是毛病吗？哪个女人不爱美？哪个女人不愿意买衣服？这很正常的现象啊。他就是2天买1回，3天买1回，1个星期最低得买2回，而且每件衣服都得上1000元左右。然后吧，最可气的是啥呢？很多衣服买回来他标签都没拆，他不喜欢他就给人。每个月就买衣服上花销都得1万多，那这也不是正经过日子呀。我咋不正经过日子了？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花1万块钱、2万块钱买衣服，我能挣来，我搞好我的事业，我能满足我自己的花销。我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我对他经济上没有任何的要求。没有要求。还对我没有要求呢，他要求我买个200平的房子，然后我俩结婚，要是结婚的话，必须在当地最好的酒店办婚礼。我们那会儿是3线城市。就在我们当地最好的酒店办婚礼的话，也得3000多起。我是认为啥呢？我俩是2婚，走到一起挺不容易的，没有必要这么铺张浪费。我就感觉我俩要结婚的情况下，
我俩旅行结婚挺好的。但是前提你得把婚礼给我办完呢，对不对？你帮我把婚礼办完了以后，我可以跟你旅行结婚。我说一下房子的事儿啊，我要强调一下，为啥说我让他买200平的房子？因为我说过，我俩这不都是属于再婚吗？我之前住的房子就是160平。然后呢，我再结回婚，你说我家里亲戚朋友、身边的人都关注着，200平的房子对他来说不是难事儿。如果说非常难的话，我不可能要求他。再说还有我呢，对于我俩来说，一个200平的房子不是说那么难，尤其我们是3线城市，不是说很困难。因为吧，我家是那个老城区要改造，马上就面临拆迁，我拆迁呢会给一个200多平的房子，他不干，他非得要在我们市中心买，还得买望江楼。他说我这个地方比较偏，但是我们有车呀，现在交通都这么发达，这么便利，所以说在哪儿住都不一样啊。所以说这事儿我理解不了啊。那房子呢，它是属于一种投资，我又没让他用他自己的钱买，对不对？我也出资，你可以把那个房子卖掉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你把拆迁的房子卖了，然后呢，剩余的钱我贴，然后咱俩买一个好地段的房子，为了保值升值，他有他的想法，他喜欢豪车。他想把我俩结婚我出的一部分钱换车，那我当然不同意了。你想想，车是一个贬值品，对不对？它不像房子能升值。他就是身边的朋友，说心里话，条件都还不错，车都非常好，所以说他就活心了，他就想换车，他就是喜欢好车。2个人要炫的方向不一样，是吧？他就知道说我，他也有不对的地方，有毛病啊。我跟他说，我说我俩结婚之后，我想要个孩子，他不同意啊。那你为啥不想给我生个孩子呀？我都多大岁数了？我都30多岁了，再生个孩子，我怕我的身体承受不了啊。再说我们2个有过一段婚姻，我有孩子，他有孩子，我觉得我们俩再生一个孩子没有太多的必要。我们2个开开心心过好自己的日子，不挺好的吗？我就跟你说，就他这个人吧，我们俩之间吧，就是沟通存在问题。因为我吧，是我承认我脾气有点暴躁啊。就是我承认，因为可能从小的生活环境也是有关系，因为我妈特别宠着我，我肯定是说啥是啥。然后我摊上他了以后呢，他也是跟我一样的人啊。我自己做生意，他自己也做生意，难免嘛，跟异性接触，他不愿意啊。异性的这个朋友给我介绍客户，那是坚决反对的，就不愿意，小心眼儿。然后跟我说那个女人呐，你不用有啥异性朋友，你有个优秀的老公就可以了。这是他的谬论。不能跟异性朋友接触。工作接触异性，这不正常交往吗？但是我不想让他跟别的异性交往。而且可恨的是，他自己还跟他前女友这接触呢啊！他自己跟他前女友。我跟我前女友接触，因为啥呀？他在我那买东西，然后给我带客户。所以说我跟他之间也没有别的事儿啊。你跟他之间没别的事儿。再一个，我跟他接触，我都是为了赚钱呢。你为了赚钱，那我的异性朋友给我，他是前女友，接触就为赚钱行。完，我这个都不是前男友啊，就是一个异性朋友，接触一下都不行。你就说，就你这个人啊，你就多么的不能跟你理论吧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。就提到这个赚钱这个事儿，我还得说一点啊，就说你既然要赚钱，他刚才提到说我能花钱，说我这个买衣服多，花销多，但是我都花在了我自己身上啊，他不是啊，他就是他朋友管他借钱，他往外借呀，他往外借钱呢，就是在我知道的到现在已经是有好几万块钱根本就要不回来了，人都没了，没影子了。就他这个人是不愿意拒绝别人的人，因为呢他呢比较就是重情义吧，身边朋友特别多，你好不容易挣来的钱你也不能借给别人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然后他就说我你这目光短浅，那个不懂人情世故啊，我不懂人情世故，那我问问你现在钱还你了吗？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做买卖做生意，咱说这个你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对不对？但是呢他不信呢，所以他缺心眼儿啊，所以说这些钱都要不回来了。行，你们俩，我为啥要借我朋友钱呢？我解释一下，主持人，因为吧，我之前我遇到过困难，所以说现在就是我有的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我感觉我应该帮他一把。那我也没寻思他不还我钱呢。如果当初知道我要借他钱，他不还，我也不能借呀。你总是有理由，说你一句话，你等着100句话在那等着我。我告诉你的是害你的吗？你现在你要听我的，你早就好了，你比现在好太多了。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要干嘛？看他能不能有改变吧。其实说白了是，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，但是我们还想在一起，是这意思吗？不是，他说的哦，不是在一起哈。他说如果我要不改的话，就不能跟我在一起。那你还想在一起吗？他也得改呀。啊，你看，对，2个人多像啊，较上劲了。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好，老师，你爱他吗？爱呀。
那你愿意为他做什么呢？我愿意啊，但是他也得为我做点什么呀。好，那我先问问这个女生啊，就是那你对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？你愿意为她付出一些什么呢？或者就是说你愿意为这段感情做出一些什么？我愿意为这段感情让步啊，因为他本来就是幼稚不成熟嘛，我愿意为他让步，我愿意改变我自己啊。那你愿意改变你自己的一些问题吗？我也可以。对啊，但是先听我说了，他才可以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对，就是因为你们毕竟之前都有一段婚姻了嘛，重新又走在一块儿，我觉得肯定是需要双方更多的去包容，更多的去让步，才能组建家庭，是吧？对，我觉得就是多包容一些对方吧，好吧？来，肖老师啊，你们对上段感情，你们总结过自己稍微有一些不太完美的地方，我觉得可以没事的时候想一想。另一个就是因为是换成一个新的伴侣啊，新的男女朋友，就可以考虑一下，哎，那我上一段感情可能这方面我觉得，哎，我可能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，那有没有调整呢？那我新的调整方式，或者我不用改，那这个伴侣会不会适合？就还找到一个属于你们俩在一起的一个新的模式。因为你们俩工作上，这女孩也说了哈，很默契。对，可能在生活当中呢，可能再融入一点，新找到的一种方式会更好。好，谢谢肖老师。来，火红兄，男生他不好意思拒绝朋友，但是他好意思拒绝你，对吧？而且你重情义，讲友情很重要，但是爱情也重要。你既然这么爱他，可能你需要更多的付出。虽然你们两个人刚才都在讲，都愿意为对方让步，为对方付出，但是就像你们刚才的这样的交流当中，我明显的感觉到，在情感问题上，在物质问题上，你们双方都是寸步不让的。我原来想，一个男人怎么这么喜欢离家出走呢？我还真没见过。但你刚才说了原因以后，我还真同情你。你这样的拧他、打他、折磨他，他是个男性，男子汉，他不能还手。我认为这一点做得很对。但是不管怎么做，你都是逃避，这很现实。那么这种逃避，就说明你对他的爱并没有像你所说的这么爱。关键我想说的是，再婚他并不是寻找一个伴侣这么简单。他需要的是真正的爱情，而且他更需要爱情。他需要的是坦诚，需要的是包容，更需要的是让步。那么这种让步是要真正的体谅对方的让步。我认为我看不到你们之间有这样的让步，不管是他还是你。好，谢谢博红兄。来，涂老师，你们俩在一起不是因为爱情，你们是因为趣味相投。你们两个人都是自大、自私、虚荣、要面子的人。与其有这买房买车拿去给别人炫耀的这种功夫和钱，为什么不拿来好好的做生意，好好的过日子？所以当你们走到一起之后，当你们不开始谈事业，开始谈生活的时候，开始谈生活的付出、相处、包容的时候，你们一无是处。所以你们这样的两个人怎么能结婚呢？有什么基础结婚？你们俩上来之后，我真没有感觉到你们是两个曾经有过一段失败婚姻的人，我没有看出来。所有有了一段失败婚姻的人，或多或少在这段婚姻的感情投入当中，会相对慎重，会更懂包容，会更懂理解。你们没有，你们完全没有从上一段感情当中得到任何教训。已经错了一次了，不要再错第二次了。既然大家都曾经是受过伤害的人，那么在下一段婚姻当中，更要懂得什么是理解和付出。否则的话，这人不是白过一辈子，白结一次婚吗？白过吗？什么时候学会了包容？什么时候学会了从上一段感情当中、上一段婚姻当中吸取教训，再来谈感情、谈婚姻？什么都不肯忍，什么都不肯让，一天到晚就是房子、车子，你结什么婚吧结？所以啊，我们真不是说话你真别不爱听，因为一段婚姻又下去，
又是一段经历，你们不可能再离一次婚，再离一次婚对你们俩都是伤害，好好考虑。不要因为我说了什么话啊，我心里不得劲儿，那我硬要在一起，那是你自己的生活。我可能说错了，我说声对不起，但你们真得慎重考虑自己的事情。我们看不到你们彼此愿意为对方付出什么，你们自己应该感受到这种问题。关上门，好好想想。就这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来我们这儿就是为了换角度的嘛，就是为了听不同意见的嘛。对，可能过去在自己的这个生活范畴里面，没有人用这个角度去跟你们聊过这件事儿。你可能换一个角度去重新审视这个问题，你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，供你们参考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咱俩在一起呢，相处了不到1年的时间，磕磕绊绊也这么长时间了。你特别的幼稚，还不成熟，有的时候呢，跟你真的是沟通不了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我都没想过跟你分开，因为在我们当时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在我最难的时候，你对我挺身而出，这个是我最喜欢你的地方，也是我最放弃不了你的地方。我希望我们都能像老师们说的一样，为彼此一人退一步，一人让一步。我希望能跟你有一个好的结果，我也希望你能为我做出改变。我呢，刚才通过评委老师和主持人说的，我也感觉到我身上有很多毛病。我俩呢，其实挺多相像的地方。我呢，其实是个比较大男子主义的人。我跟他在一起呢，其实我非常喜欢他，我也愿意为他做一些什么，改变一些什么。好，时间到啊！喝知识长知识，保卫爱情靠知识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君乐宝，长知识了，爱情记忆箱。来，请开箱。啊，来，说说吧，那是什么呀？那个是一个情侣的手链。为啥今天把这个拿来放在这里头？因为那手链上面是一个钱箱，我希望那个以后我俩生活当中，让他心里能多装点我心里也能多装点他。然后我俩都是做买卖的，做生意的，我希望我俩的事业以后能蒸蒸日上，日进斗金。哦，这行，买卖很重要。来，你那个呢？啊我送给他一块手表。啊。我对他没有别的要求，就希望他能遵守时间，早点回家。哦，你刚才说你愿意彼此忍让，我问你，你现在愿意生孩子吗？你愿不愿意他生孩子吗？生孩子这个事儿，我俩回去会好好的你200研究的。平米的房子还买吗200平的房子不买，100平的房子可以有啊。行啊，说到做到啊。好，好了，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啊，谢谢啊。来，请关门。年轻的小朋友，你们也可以看看啊，就是你们在现场看，相信未来某一天，你们的父亲可能就会扮演今天像场上像涂老师啊，就这几位老师的这种角色。这个就是所谓你们老说的，为什么父母不理解我们呀？那是因为爱情来的时候，人真的容易冲动，他真的会失去理智。因为你活在一种所谓爱的情绪当中，所以要冷静下来。越是在热恋期，准备向婚姻转换的那一刻的时候，越需要你们冷静、冷静再冷。让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我就知道那是爱，不然你不会这么快发现我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。哦哦哦哦，快乐涌上来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给这个叔叔，来，谢谢啊！来，走了。
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伊贝诗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和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。喝知识长知识，保卫爱情靠知识，知识酸奶就喝君乐宝长知识了。来，我们一起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没有谁能把你宠进我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唯我能独占。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，拥有一个专属天使，我哪里还需要别的？好，请亮灯啊！来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认真带娃，好好恋爱，慎重结婚。